占了很大一部分因素。这好比去年很多88机型虽然说配置堆料很猛什么2K 屏大电池高功率快充等等，但是呢耐不住核心 SoC 拉垮、续航崩、发热大、游戏卡顿等等就不可避免。而手机厂商发布会吹的驯龙，无非就是选择的摆烂方向不同而已。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市面上不同价位段综合使用体验比较 OK 的手机 SoC。1500档体验比较 OK 的 SoC 呢是骁龙778G这颗 SoC 虽然说是去年发布的，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高通7系列处理器里面综合体验最佳的选择对比骁龙780G 和最新发布的骁龙7剑1这两个三星4纳米、5纳米卧龙凤雏，综合使用体验呢会更加出色。架构上用的是 A5 加 A78 的大小8核得益于台积电6纳米工艺，再加上处理器主频呢并不高，只有 2.4GHz， 日常使用功耗呢比较低，所以说现在1500以内的机型配合5000毫安时电池，续航呢都很不错，而且日常使用发热呢还低，是目前入门级手机 SoC 中比较优质的选择当然，目前不少主打线下走轻薄路线的机子呢也在用这颗 SoC。从核心规格上来说，骁龙778G的峰值性能确实也相对比较弱。比如说4个 A78 2G 缓存呢都是256KB，Geekbench 5单核多核成绩在789和2919左右。GPU 部分的峰值性能相比870呢也是差了一大截。3D Mark Wildlife 得分呢是2500分左右。所以如果是相对重度使用，或者说对游戏性能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它和骁龙870相比依然有比较直观的性能差距。骁龙870可以算是这2年手机芯片中的常青树了。高情商的来说，高通骁龙865这一代确实非常强。低情商的来说呢，主要是因为后面的888 8Gen 1实在是太拉了，反衬了这代处理器。870本质上呢就是865的超频版GPU 呢从587兆赫兹提频到了670兆赫兹。CPU 架构上是 A55 加 A77 的大小8核，工艺制成不错，用的是台积电的 N7P。因为其中一个 A77 最高主频呢从865的2.84GHz 提频到了3.19GHz，理论单核性能870即便是放在今年也不落伍 ，Geekbench 5单核呢可以突破1000分，但代价呢就是这个频率下它的大核功耗提升也比较大，能效下降了许多。好在呢是中核和小核的能效不变，再加上现在各家870日常调度中比较少让这颗大核经常满屏，所以说实际体验来说，870和865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要比88和8Gen 1呢都要更好。所以呢，从去年到现在，同样机身尺寸下，870的游戏体验通常呢也会比888、8Gen 1机型更好。对于喜欢玩游戏的同学来说，它的综合性能表现是要比778G 高出一个档位的。目前主要集中在1500到2000档位的机型上。要说今年手机芯片里面最大的黑马是哪个？大家的答案呢应该会比较统一，那就是天玑8100。相较于天玑9000前期声势浩荡的宣传，后期出的这个天玑8100，无论是性能还是能效，都让大家眼前一亮。台积电5纳米工艺 A55 加 A78 大小8核，最高主频呢是2.85GHz，理论峰值性能接近骁龙88，但是功耗呢降低了一大截。比如说在 NSBank 06的测试中，天玑820单核性能呢是33.37分，功耗呢只有1.39瓦。对比骁龙88的 A78 中核，性能强了5.4%的同时，能效提升了28.1%。再比如说 GPU 性能和88相差不多，但是能效呢领先了29.7%。可以简单理解为骁龙865正统迭代的能效应该是天玑810这个水平结果呢88来了个加速开倒车。所以说天玑8100出来之后对于今年2000到2500档机型的日常使用发热、续航性能表现提升都是很大的。因为没有超大核，加上功耗比较低，各家对于天玑810的性能调度优化，基本上也是比天玑9000更好。因为大多数时候CPU 开放频率跑也没啥问题。相对的不足点呢，应该还是发哥平台的拍照优化上但有一说一2000档位的机子本身拍照强的也没有几个，大家对于拍照的要求也不会像3000档位以上机型那么高，所以这点呢，在天玑8100机型上倒不是什么明显的缺点。作为发哥首款真正意义上的顶级芯片天玑9000的处理器规格是直接拉满了 ，A510 加 A720 加 X2 大核，8MB 的3级缓存直接拉满，甚至连小核都给到256KB 的2级缓存。就上半年来说，大家对于这颗芯片的期待可以说是非常高了，因为连续2代火龙之后，天玑9000差不多成了2022上半年安卓阵营全村的希望了。但是从实测结果来看，天玑9000虽然说比火龙8强许多，但确实呢也没有之前发哥送测媒体工程版本来的亮眼，尤其是在自家次旗舰天玑820的超高能效对比下，反而加重了这种落差感。当然，天玑9000初期口碑一般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包括 K50 Pro、Find X5 Pro 天玑版在内的这些机型优化层面上表现并不好比如说 K50 Pro 日常性能调度、游戏表现还不如 K50 标准版，Find X5 Pro 天玑版就更不用说了，号称首发机型，结果发售跳票。
5799元的售价，拍照呢基本也没好好调，没过多久就开始跳水了。这点呢，直到最晚上市的蓝厂 X80 系列开售之后才有改善，日常性能调度、游戏表现是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当然，最重要一点是 X80 系列一改发哥旗舰平台拍照差的刻板印象。毕竟天玑9000平台主打顶级旗舰，或者说3000档位以上，拍照部分就不能用2500档扫个码的标准来要求了。所以说，天玑9000就芯片本身来说，其实还算不错，至少性能是拉满了。但是相比天玑8100，它会更吃厂商的实际优化，尤其是旗舰机的拍照部分，优化好的是天玑旗舰，优化渣的呢就是基尼太美了。这点呢也包括后续出的天玑9000加机型，虽然说分值性能更强了，但比如说像小米12 Pro 天玑版这种，日常性能调度优化做的明显不如8加机型，拍照部分呢也没有去好好优化，最后呢也免不了跳水。在888建议时代，手机厂商在发布会上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驯龙啊，各种散热堆料的新词也是层出不穷啊，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游戏手机开始上风冷了。但骁龙8加发布之后，大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驯龙高手其实是台积电。骁龙8加的核心规格相比上半年的骁龙8差别呢并不大，同时也按照 Plus 的惯例对处理器进行了提频啊，比如说小核频率从 1.8GHz 提频到了 2.0GHz， 中核呢从 2.5GHz 提频到了 2.75GHz， 大核呢从 3.0GHz 提频到了 3.19GHz，GPU 呢从818兆赫兹提频到了900兆赫兹啊。虽然说工艺制程还是叫4纳米，但是从三星4纳米换到台积电4纳米之后，骁龙8加不仅性能提升了，功耗呢还大幅下降。比如说，中核性能提升10.5%，功耗下降17.5%，能效提升了34%。GPU 方面，在 GFX Bench 3.0测试中，性能比骁龙8加提升5.1%，功耗呢下降了20.9%，能效提升了32.8%。GPU 性能能效一跃成为安卓阵营的第一啊，甚至已经接近 A15的水平了。按照这个提升幅度来说，理论上叫它骁龙8进应该也是没啥毛病。但仔细一想呢，本质上还是因为前两代实在太拉了啊，这代只是回到了原本该有的水平。所以更换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程之后的骁龙8加，确实在综合使用体验上有了一个明显进步。至少下半年这波8加机型除了个别软件优化导致体验不太行之外，大多数机型日常使用、游戏体验都比较 OK。自此，火龙时代呢也是终于终结了。当然，8加相对于天玑9000系来说，主要优势呢还是 GPU 部分的能效以及拍照部分。毕竟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家的拍照旗舰都是基于高通平台打磨ISP 相机算法调教呢也会更加得心应手。而 CPU 部分，因为今年 A710和 A510架构上的乌龙凤雏，骁龙8加即便是上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对比天玑810的 A78中核，能效部分依然是要差些的。这点呢，只能等接下来骁龙8进和天玑9200看看会不会有改善了。从 iPhone 13到 iPhone 14，王守义说的13香呢诚不我欺，但13香的另外一个核心关键还是 A15 处理器的性能能效是遥遥领先。这是 A15 同期的骁龙88在曼哈顿 3.0 离屏渲染测试的成绩对比，一个呢是261帧，一个是168帧，但是功耗上来说 A15 反而要比88还更低，能效部分领先约62.7%。而如果是 A15 开启省电模式，那么就可以得到性能略强于888，但是功耗只有881/3的超强能效 GPU， 领先88约188%啊。所以说去年我们说 A15 领先882年呢是完全没毛病了。不过到了今年这个 A16这牙膏味呢是非常浓郁了。A16除了大核性能能效比 A15 略有提升之外，其他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感知不强了。GPU 部分基本是连牙膏都不及了，所以今年 A16更合理的称呼呢应该是 A15 Plus。另外，受限于机身的散热堆料，今年搭载 A16处理器的14 Pro 和14 Pro Max 在高负载游戏中的表现，反而是不如搭载 A15的两款标准版，屏幕呢更容易降亮度。CPU 的架构上来说 ，A 系列处理器的优势呢依然很明显。一个典型的场景呢就是13 Pro Max 仅凭4352毫安时，就在续航上干翻了5000毫安时级别的骁龙8加、天玑9000加的安卓旗舰。而14 Pro Max 则是进一步刷新了我们测试过的旗舰机的续航排名。但是对于 iPhone 来说，如果再不改善一下这个散热，继续使用夹汉堡的双层主板设计，那么明年原神这种高负载游戏场景，基本是要被接下来安卓旗舰给 KO 了。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市面上优质手机 SoC 的大盘点。虽然说处理器不是一款手机的全部，但是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评测以及各款老机型的回顾视频，可以发现，那些持久流畅钉子户机型基本都是核心 SoC 比较给力的机子。还是那句话 ，SoC 不是手机的全部，但是一款体验优秀的机子必定离不开一颗出色的芯片。如果说你入手的是888、8+1，或者说天玑1000加这类处理器平台的机子，那么肯定免不了体验糟心的时候。
而大家在选择购买新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根据一款 SoC 做个不同价位段的筛选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功能需求、品牌、系统体验等等，来进一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踩坑的几率就比较小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